吃鱼生用的鱼，一般都是砂塘里养的草鱼。一条平淡无常的草鱼，在水质、水温、水养量、饲养、挑选、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，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。程向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，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。但是程向前还是不放心，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。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，讲究快准狠。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，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。佐料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酱料。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、香葱、红葱，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。对季节温差、比例、火候的把控是程向前的秘密武器，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。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。另一部分是什锦配料，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、洋葱丝、姜丝、红辣椒丝、白蒜头片、金不换以及芫荽、芹菜等组成，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。一大早，程向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，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。谢谢。老五是饶平本地人，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，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，质量很高，基本上都出口韩国。程向前慕名而来，想直接找源头拿货，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，二来货源稳定。这种鱼又叫黑包公，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。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，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。原来好叫我陪你唔使拉嘅。你大胃吗？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，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。薄薄的鱼片亮晶晶，吃时筷子夹起，微微沾连，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，一大口送进嘴里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，嚼之有裂帛之爽口，味道鲜甜清，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，味蕾丰盈饱满，各种味道争奇斗艳，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。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，与潮汕生腌虾不同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儿。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，从虾腹入刀，采取滚刀切法，切成摊开的虾片，刮除虾线，使其造型晶莹剔透，薄如蝉翼，增加虾肉的欣赏感。蘸料一道，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，肉质滑嫩，有弹性，鲜而不腥，独具风味儿。因为店小，做的也是街坊生意，利润薄，
丞相前的店养不起2个大厨，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。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。说起潮州的历史，就不得不提韩愈。唐元和14年，韩愈贬任潮州刺史，到任不足8个月，驱鳄鱼、修水利、兴办教育，当时的荒蛮之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初到潮州的韩愈，品尝当地美食后，曾留下一首关于美食的诗句《出南时宜原18斜律》。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岭南奇异海鲜，品尝蛇蛙等食物的感受。彼时对潮州饮食莫不可叹惊的韩愈，应该想不到1000年之后，这座城市竟会以美食出圈，而诗句中提到的食材也被再次端上餐桌。22年前，张生接手了现在的丰春海鲜大排档，主营各种潮州菜。而最近几年，张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复原韩宫宴上。韩宫宴的考证主要来源于其诗句，但不少文中食材如今已列入保护名单。因为菜单没法复刻，张生和厨师们只能从菜式调换到烹饪手法反复试验，以潮菜的精髓不负韩宫宴的名声。秋天是潮州物产最丰饶的季节，每天上午，饶平码头边的海鲜批发市场热闹非凡，鱼贝虾蟹进入1年里最肥美的时候。张生时不时带着主厨刘春岩到海鲜市场来，为制作韩宫宴寻找第一手食材。又再多来哇！你这个好似啊。好，来。今天去海鲜市场进货，听说有重量级的食材，张生赶紧跟随渔民出海去看看。老了上嘢啊，佢。我老木成日都衰咗半百蚊。咱们就袂加咯。咱们也不密我成日。半斤啊，半斤強薄要力吧。这好。2个大響螺收入囊中，张生今天这趟算是不虚此行了。有了好食材，张生觉得还不够，转念一想，便从饶平回到市区。煮的如果几个丁好贵啊，這個體質呢熟了水，呢個煲呢就做到落去絲嚟成我哋經煲山煲嘅意思。走夠啦，走。潮州自古是瓷器的主要产地和出口地，中国瓷都的浸润，让这里的厨师烹饪之余也很讲究美食美器的搭配。张生特地找了陶瓷厂定制了一批餐具，专供韩宫宴使用。在韩宫宴的菜式中，炭烧響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的。深海出产的響螺无法人工饲养，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響螺，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。花雕酒加入響螺加热，在柔和的炭火中，螺肉收缩，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。加入烧汁，文火烧制，不断转动，好让外壳均匀受热，以免烧焦爆裂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，響螺才算烧制完成。
片螺肉时，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，只留螺肉中的精华。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，鲜美脆滑。潮菜烹饪以海鲜见长，本港的七彩大龙虾，去除外壳和筋膜，只取中间晶莹饱满的肉身，在高汤中煨熟。有些潮菜看似清淡素雅，功夫全在背后。为了不破坏虾肉纤维，放凉后得用手撕成小块，才能体会到龙虾最鲜甜弹牙的口感。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，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。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，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。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，糖裹在芋头表面，犹如铺上一层雪花。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，时至今日，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。一桌韩宫宴，从菜品、烹制方式到摆盘，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。今天，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，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。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，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，才有了韩宫宴的诞生。而对张生来说，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韩宫宴，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，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，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。潮州菜食材讲究，选料广博，做工精细，质鲜味美。食在广州，味在潮州。2000多年历史的潮州，正努力将传统美食传承下去。老旧的房屋，逼仄的楼道，隐于市井的正厨私房菜就坐落于此。郑主阳的父亲是福建莆田人，解放前就是潮州4大名厨之一。郑主阳是第2代主理人，如今也到了古稀之年，他的儿子郑成全便当了家。我叫了那个专门个那个有香啊河片，那个芹啊。好。今天一早，郑主阳便带着儿子去上水门的鱼胶店，为了一道老潮菜选鱼鳔。郑主阳是这家店的常客，小郑要接班，老郑就把自己多年来优选的食材供应商介绍给他。潮州菜的严谨必须从食材抓起。直片的呢，那有香啊的。这只就是包头北蟹，也是公蟹。伊公蟹就有啲那条线，有啲那条线。鱼胶是8珍之一，素有海洋人参之誉。潮汕人对鱼胶情有独钟，在当地，鱼胶是高档嫁妆，是高端潮菜必备的食材。今天小郑要学习的一道菜是鱼鳔焖白菜。这道菜首先要将黄鱼胶油发，鱼胶放入油锅后，立即会缩成一团，然后不一会儿会迅速的胀大。发大后的鱼胶
颜色变得与之前不一样。还要拿1-2块出来试一下，泡一下水，看里面会不会很粘稠。很黏的话，可能还发不透，那样焖起来就不行。油发的方法是提升鱼胶的脆感和嚼头，但会破坏鱼胶的胶原蛋白。如果想吃得软糯一些，要用水发的方法。香菇加入大白菜混搭，再加水，放入备好的鱼鳔翻炒，焖煮20分钟。勾点芡以后，还要再加点尾油，它那个油进去那个鱼鳔里面，吃起来就会烫嘴。看上去其貌不扬的鱼鳔焖白菜就出锅了。老父亲还要传授一道老潮菜——蟹塔，需要用到优质青蟹。郑成全便开车去青蟹圣地牛田洋。牛田洋因为咸淡水交接，水质好，特别适合青蟹的生长，当然价格也高。蟹塔主要用的是青蟹肉，所以郑成全需要挑选的是公蟹。10月也是公青蟹肥美的时候，母青蟹反而在夏季多高饱满。将蟹洗刷干净，去壳留用，再把蟹盖剪出直径3公分的圆盖当蟹塔的底垫。黐入做卡碎有碎料，還有燉成嘅，加一啲滴噶。把蟹放入蒸笼约15分鐘。只可以嚟等下清水。等來人咧就有袋，有手啊嚟踢到，有蓋，有蓋，有口踢，對得去卡噶。只韓叻只踢只功夫過大，深脆脆咯，你要卡你在一啲卡嘅我哋咪白。剔出蟹肉，將其剁碎，把蝦去頭去殼。拍成虾膠待用，把肥豬肉、馬蹄都切成細粒兒，加入蝦膠、蟹肉，混合一起拍成膠狀，晾在蟹殼上，用手捏成上尖下大的塔狀，拍上麵包糠。将油烧热到140度左右，把蟹塔放入油锅中炸至浅金黄色即可。郑成全以前在深圳闯荡，干过保险、广告。直到父亲渐渐老去，作为独子，郑成全决定还是回家，陪伴在父母身边，接下父亲名满潮州的手艺。今晚正厨私房菜客满，又要开始忙碌了。出一個蹦機啦，嘅怎樣係蹦？这是我们潮州传统的老菜蟹塔。蟹塔入口，口腔马上变得甜美起来。猪油融化后，让虾蟹的鲜味更加突出，伴随着马蹄的爽脆，滋味妙不可言。只有亲自吃一口，才能完全懂得这道如此繁复的老菜味道。这都是蟹肉哦。软糯和清脆在嘴里形成巨大的反差。这道鱼鳔焖白菜，朴实无华中带着些许奢侈。好，来。
顺德鱼生闻名中国，殊不知在广东境内，广府、潮汕、客家3大族群都吃鱼生，只是知名度不同而已。根据民间说法，潮州人从400多年前就开始有了吃鱼生的传统。入秋后，草鱼格外肥美。吃鱼生用的鱼，一般都是砂塘里养的草鱼。一条平淡无常的草鱼，在水质、水温、水氧量、饲养、挑选、运输都需层层严格把控，才能达到做鱼生的标准。放回去水毒的，第二个到看波，放个班就来。哦。程向前的侄子程于林跟着叔叔学手艺有2年了，刀工等基本功是过硬的。但是程向前还是不放心，经常要盯着侄子各方面的操作。做鱼生最考验的就是师傅刀工了，讲究快准狠。一大块鱼肉在师傅的巧手中，很快就变成了一片片薄如蝉翼的鱼片了。佐料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酱料。酱料的原材料有蒜头、香葱、红葱，加入精选花生油一起熬制。对季节温差、比例、火候的把控，是程向前的秘密武器。而这碗酱料却是鱼生的灵魂所在。每家鱼生店的酱料口味都不同。另一部分是什锦配料，一般有生切白萝卜丝、洋葱丝、姜丝、红辣椒丝、白蒜头片、金不换以及芫荽、芹菜等组成，还配上极具地方风味的腌萝卜干。一大早，程向前带着侄子程于林去海边，为小店挑选稳定的海鱼货源。我啊，早就跟您联系了，您该您来同合吧。来，谢谢。老五是饶平本地人，家里经营着几百亩鱼排，养了包公鱼和金头鲷，质量很高，基本上都出口韩国。程向前慕名而来，想直接找源头拿货，一来价格会便宜一点，二来货源稳定。这种鱼又叫黑包公，是潮汕人民比较喜欢的一种高性价比海鱼。新鲜的鱼肉无需任何调料，才能吃到鱼肉本味儿。原来好吃我配料唔使拉嘅。你答应吗？可能潮州人对于吃鱼生的传统是忙完一天的工作，才能放松又认真地吃上鱼生，以至于潮州鱼生店一般只做晚餐和宵夜。薄薄的鱼片亮晶晶，吃时筷子夹起，微微沾连，加配菜酱料一起拌匀，一大口送进嘴里，鱼肉口感软中带韧，嚼之有裂帛之爽口，味道鲜甜清，杂糅各种配菜和酱料的香，味蕾丰盈饱满，各种味道争奇斗艳，但又没有抢了鱼生的风头。虾生也是鱼生店的畅销品，与潮汕生腌虾不同，虾生更加保持虾的原味儿。潮州一般以沙鲈虾为原料，从虾腹入刀，采取滚刀切法，切成摊开的虾片。
刮除虾线，使其造型晶莹剔透、薄如蝉翼，增加虾肉的欣赏感。蘸料一道，虾香和各式调味料混合在一起，肉质滑嫩，有弹性，鲜而不腥，独具风味儿。因为店小，做的也是街坊生意，利润薄。丞相前的店养不起2个大厨，程于林已经有计划自己开店了。潮州鱼生店也在这样的传承孵化下不断壮大。潮州菜烹饪技艺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孙文生是潮菜的非遗传承人之一，也是潮州厨师协会会长。他每周都有3天在这里做培训。菠萝呢，来焯一下水，也就是让它也消一下毒啊。孙文生今天要去平林村，因为他接到一个重阳节的订单，对方要求上门做菜。这种方式在潮州叫办桌。罗喜亮是孙文生的得意弟子，以前在大酒店当总厨。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潮州餐厅受到大冲击，喜亮不得不另谋生计，办起了养殖场。好像是缺了一个手臂一样，他原来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嘛，做菜一直都是客人都非常认可，就是可惜了。孙文生对此既无奈也没有办法，每次办桌都不忘叫上徒弟，希望他不要荒废潮菜手艺。啊，走。夢鄉啊，成夢鄉，伊那摸啲個營養做，家庭啊做伙，伊那來做幾樣啊傳統名菜來可以食。好嘞，大家師傅就不來找你。雖然是賺錢多來點，但是也廚師也不能荒廢嘛，那是我的愛好。從小我就喜歡當廚師嘛。平林村还有个特产潮仔茶，孙文生这次要做的一道菜就需要用到这个茶。与潮州知名的凤凰单丛不同，潮仔茶是一种不发酵的炒青绿茶，口感醇厚，滋味芳烈，回甘力强。凡宗亲家庭逢红白事、长辈生日、迁居或游神赛会，都会邀请亲朋挚友前来办桌宴客。而那些靠上门替人办桌的厨师，做完了东家又做西家，所以被称为流动乡厨。孙文生并没有开办自己的餐厅，除了教学推广潮州菜，平时都是好友相邀去办桌。今天的宴席是朋友几家人欢聚重阳节，在韩江边的一个小院落聚餐。孙文生、罗喜亮2人马上忙碌起来了。茶叶捣成茶粉待用，将鲜莲子用开水煮1分钟之后捞起，下鸡蛋，打上生粉，下油鼎，等油温升至120度时，将莲子炸至金黄色，放水100克，加糖，烧至起小泡后，加入绿茶末和莲子，翻炒至反沙，装盘即成。薄壳16球是今晚最繁杂的菜。将薄壳洗净，放进开水，加入姜葱料酒，煮5分钟后，捞起去壳，肉待用。芹菜用开水煮1分钟后，撕成条待用。鸡蛋打成蛋液，下锅煎成圆形蛋皮。接
接着把薄壳米、五花肉丁、笋丁、金不换丁下少许油爆香，调味成馅料，分别放进蛋皮。用芹菜丝扎成16形。最后将包好的石榴球上蒸笼，蒸8分钟后装盘，上面放上鱼子酱，淋上芡汁即成。狮王蒸霸是一道老潮菜，酸甜鱼也是今晚的主菜之一。打上生粉待用。热锅下油，待油温升至150度时，将上好粉的石斑鱼头往下，鱼肉丝挂在头两边，炸定型后，整条放进油里炸至金黄色捞起，装盆。番茄、青瓜粒等爆香，加入酸甜芡汁推匀，淋在上面即成。天公不作美，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，但并没有影响今晚重阳节聚会的如期举行。孙文生和罗喜亮师徒俩面对这种情况已经非常有经验了。升起雨棚，任凭风雨，热闹依旧。卡死来！薄壳16球的蛋皮吹弹可破，舌头轻轻一抵，薄壳米和猪肉笋丁混合熬制的汤水瞬间滑入，带着金不换的特殊香气，鲜甜无比。酸是很多潮州菜的特点，外酥里鲜，酥脆酸甜。这道狮王蒸霸没有5年的功底，难以成功。茶叶莲子黄中带绿，外甜酥里松软，鲜甜的莲子包裹着淡淡的茶香，一口下去，茶韵香情尽在其中。在潮州的美食版图上，小吃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在这个处处透露着讲究的地方，精细的生活品质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慢节奏。但离这里10几公里外的扶阳镇上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繁忙的工作让平时极为善谈的阿姨变得沉默，在富有节奏的律动下，一个个饼渐渐成型。上架、烘烤、刷蛋液，一气呵成。加班加点，只为了让嘴馋的食客能尽早尝到这份独特味道的腐乳饼。1926年，我曾爷爷在牌坊街开了一家饼店，一直传承下来，经过4代人，到我这一代近100年了。这位吃货糕点师叫杨航，别看他年纪轻轻，却从小跟着爸爸杨敏学习做饼。我爷爷就从饼店转成手工作坊，做完饼之后，我爸爸推了一部手推车，然后来牌坊街售卖。300年前，南乳实现了从腌制食品到点心的跨界，联手猪肉、大蒜、果儿等10几种配料，进行了一次味道革命，创造了一款酥香上头的潮州限定。腐乳饼的制作十分考究，猪肉要选取上好的猪背白肉，切成肉丁，加入大量的白糖与适量的烧酒，去除油腻，提前腌制1周，
方能得到莹润剔透、清甜爽口的冰肉。做饼时，头料先后有序，配料缺一不可。首先在面粉中加入适量的苏打、食用碱、花生油和糖浆，用力揉搓形成饼皮。然后把提前腌制好的冰肉、炒香的果仁儿和适量的南乳、米酒、高粉等搅拌均匀，以做馅料。包制后，再用饼印塑形。接受2次来自烤箱不同温度的热浪袭击，方能得到一份皮儿薄而不裂、馅儿薄而不漏的潮式美味。腐乳饼是单丛的最佳拍档，脂肪和碳水在口中相互作用，甜咸对峙，油酥鲜脆，再佐以芳香微苦的单丛，清爽解腻，回味悠长。腐乳饼想要走出去，口味创新是洋行尝试的第一个方向，于是便约上军师舅舅，2人开始琢磨不同风味的腐乳。其實應該我講完我識講嗰啲話。都係叫佢搞骨應該嚟講完。你做拉布或者先啊？好。嗰棟樓。哦，鄧來。係，我做咩㗎？準備我們好久來吃那個新烤餅。腐乳饼实验室的开启，点燃了非遗传承人杨敏的制作热情。于是，这个临时研发部又增添了1员大将。呢座就第一點曲劇內啊，阿公就點夠大嘢啦，呢就嚟卡，後即係種落個邊度有嘢，呢個就比較穩正，依個把磨，好了，給佢來杯烤，好。烤好的腐乳餅香氣四溢，誘人的金黃色外皮油亮飽滿。這隻梗係唔話要，係香辣，唔攰，冷咗流豆腐。後來黐頭。呢隻力幫嘅，口感有打，呢隻唔使。唔係啊，呢隻有唔攰啊，呢隻特別抗炎。呢隻可以作為推廣。呢隻唔使。之前旁邊勁嘅，隔壁我有卡邦，我有拉旁邊食下。这次的尝试虽然不算成功，却让洋行有了新的方向。腐乳饼想要打入年轻人的市场，走得更远，除了调整口味，还需要借助新媒体的东风。我们可以通过新媒体去推广腐乳饼，期望它能成为一种中式糕点，而不仅仅是潮州的一种特产。无论父与子、叔与侄、师与徒，潮州菜以任何关系在一代代中不断传承。他们靠着自己的身体力行，坚守着传统潮州菜的传承和创新，技艺和精神。他们才是真正的潮州味道。